大家好，老韩，今天呢，咱们接着聊聊这个 Kia 的 Sportage 全新的起亚狮跑，聊聊它的车上有哪些好玩的点，以及这些天我体验下来有哪些动态的驾驶感受哈。有关心这台车参数以及其他方面的朋友，敬请翻看我之前的视频哈。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那这台车呢，是这段我体验的2023款的 Kia Sportage 混动版本 SX Prestige 版本4驱哈，属于顶配了 1.6T 加 6AT 做的 Hybrid。这台车呢，由于是顶配，基本就是这车的大满贯了，各种驾驶辅助该有都有哈。这车配了18寸的暗色轮毂，前后轮胎呢都是235/60/18的全景天窗。智能感应电尾、哈曼卡顿的音响、LED 的灯组、加热通风前座椅、司机位记忆、加热的风挡等等配置哈，含运费 MSRP 为38155。这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来自于韩国工厂，总装下线于韩国工厂。这是这车的钥匙哈，起亚家族的通用钥匙了。它的这个开锁、解锁呢，键子都放在侧面了，在平面上呢有远程启动。还有遥控车位的使进使出功能啊，这车高配没有这个功能。首先先把车锁上，然后遥控启动。有障碍物马上就停下了。现在不论是电车还是这种混动车型，发动机不启动的时候，它的行驶过程当中声音都是比较小的。那在倒车的时候呢，不发出声音，不论是对司机也好，还是对路面的行人也好，都不太安全哈。那作为现代起亚集团，他们对这个事儿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倒车的时候，倒车档一挂上，音响的音量自动降低，车内车外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声音比较大的警示声音，既警示了司机本人，也警示了路面上的行人哈。车内车外都是这个声音哈，声音还是比较大的。前行也是一样哈，先把车锁上，然后远程启动。也是一有障碍物马上就停下。它这个功能呢，就是方便你在狭小的车位哈，人不方便上下，这样你就可以下车把车使进使出。这车呢，当你在低速的时候挂到 R 档或者 D 档的时候，当你把门一打开，它自动就切换到 P 档，切换到驻车档了。现在啊，又有倒车影像，又有全景影像，还有倒车雷达，还有自动泊车。大家千万不要把车门打开这么往后看了哈，倒车的时候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大家看它这个头枕的设计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用心的。它后面呢，首先做了一个凹槽出来啊，在凹槽里面呢，还有这种胶皮材质，应该是防滑一个作用哈。这样，当你后排坐人呢，放个手机啊，放个 iPad 啊，我感觉还是比较实在的啊，就不用再另外再买个座了，另外再买个架。当然，即便你不在后面放手机、放 iPad 呢，你在后面挂点啥，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这个设计哈。大家看这一边有一个挂钩哈，虽然这挂钩呢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心的。那对于生产厂家来讲，随便做一个东西都是有成本的哈，就说明还是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它这个车的前风挡玻璃呢，学名叫加热前风挡玻璃，它的里面是有电阻丝的哈。我刚才试了半天拍也拍不清晰里面的电阻丝，我就不给大家拍了。天气比较暖和的地方你感受不到，但是在天气比较冷的地方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哈。太阳光非常足的某个照射角度下，在开车的时候显示前仪表台反光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遮阳板里这个镜子面积大不大？面积相当大了哈。而且上面这个灯呢，一般都是打开这个镜子，直接灯就打开了，然后关上呢，直接就关上了。它呢还给你做了一个开关，你自己可以选择开不开哈。这可以看出来，韩系车这几年呢，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我觉得越做越成功啊。大家看这个地方啊，做的我觉得也比较贴心的。当然，这个在之前的 EV6 上也有。就是当你把门子打到非常大的角度的时候，一般的车呢，这块不会给你留什么把手的，都是让你去拽这或者这块做一个把手哈。如果你要拽这呢，那你胳膊得多长，尤其是你要一系上安全带，就更不方便拽这了。他给这块给你留个把手，你可以拽这哈。做的还是非常贴心的，说明这个设计师啊，真正在想事儿，真正在自己做上来以后，来给你去设计东西，
并不是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应该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非常好。这台车开这些天，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这台车的悬架调教。对于这个级别的 SUV 或者说跨界车来讲，哪怕是这个细分市场的销冠，他们的悬架调教都没有太多的韧性，跟那些所谓的高级质感更是扯不上关系哈。但是这台 1.6T 的混动 Sportage， 它的悬架调教既有质感又有韧性，完全是一派德系舒适范儿的调教。当然，我这也只是说这个 1.6T 的 Hybrid 车型啊，2.5那个车型我没开过，不敢讲。这几天开下来，我就感觉它的悬架调教跟哪个车很像。最后终于想起来了，它这个悬架调教的感觉很像 EV6。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如果过个起伏的路面，车身上下起伏的幅度很谨慎，不会过度的忽悠。当然，它自重3800多磅呢，对于这个小身板来说，忽悠也不太容易啊。整个起伏的过程做得非常顺滑，一旦压到路面之间的接缝，处理的又比较利落，比较迅速。车内能够感受到的只有清脆的声响。低速的时候过一个坑，悬架处理的很卖力气；低速压个细小的路况，车身反馈的也比较舒服。很负责任的说，在这个细分市场非豪华品牌的产品当中，非空悬的产品当中，它这个悬架做成这样，应该算头子了哈。在动力上呢，这台车将 1.6 升将涡轮增压和混动匹配到了一起，应该说匹配的还是比较理想的。这台车呢，好在它有发动机的转速表，这就非常方便我们观察发动机在混动系统当中扮演的角色和它的工况。这台车的发动机只要是启动，最低转速就是1400转左右，哪怕你怠速的时候只要发动机启动，转速就是1400转。启动之后呢，发动机一方面要维持车辆的怠速，一方面还要给动力电池充电。动力电池的电量呢，一共分为4格。当动力电池的电量在2格以上的时候，电机工作是非常积极的。当你轻踩油门或者匀速行驶，哪怕是高速匀速行驶的时候，整个车辆都由电机来驱动。当你收油滑行或者刹车的时候，为电池反向充电。当你的脚在油门踏板上稍微用点劲儿，哪怕是稍微用点劲儿稍微深踩的时候，发动机就会即刻介入工作。只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动机一旦要响了，你一看转速表，基本是2000转打底，稍微深踩油门3000转走起。而在这个时候呢，发动机涡轮早已经开始工作了发动机在涡轮没有介入的时候呢，它用电机弥补了动力不足。当你把发动机的转速踩起来之后呢，涡轮就开始介入了发动机一旦开始上劲儿，电机就退场了。那这样一来，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迟滞和进场的突然就被掩盖住了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也很难感受到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它传统的弊病当动力电池的电量少于2格的时候呢，电机介入的次数和时间明显减少，发动机呢会更多的介入到工作当中，像一个辛劳的长者，一边驱动车辆，一边还得为动力电池充电。但是即便在动力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如果是在匀速或者是在起步初段蠕动的时候，电机还是会工作的整个动力转换的过程呢，基本还算自然。整体的行驶过程呢，如果在时速90英里每小时以下的时候，不论是静止的大脚起步，还是高速行驶的2次加速，在电机、涡轮发动机共同加持下、共同努力下，都能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动力表现，动力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叫随到这台车的驾驶模式呢，一旦你上车之后，它会默认为经济模式，即便你切换到了其他模式，那下次再启动之后，它还是会切换到经济模式这台车呢是一台4驱版本，平时呢在不太复杂的正常的路况下，仍然是前轮为主要的驱动轮，前轮分配的动力会多一些。但是只要车辆它检测到路面有状况比如路面不平路滑拐弯急加速，一旦它检测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后轮驱动会及时的介入但是即便是4驱模式，前轮依然是驱动的主力。这车刹车表现也是比较出色的刹车踏板很紧致，你脚搭在上面呢，马上就有反应。你即便踩下去，踩深了，也不会感觉到这台车的重量刹车踩着还是挺有信心的。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调教的也很到位低速的时候相对比较轻，高速的时候呢相对比较稳。智能巡航也还可以，但是它的版本并不是 EV6 上那个家族的最新最高的版本。
不能实现手点一下转向灯，手上稍微给点劲儿，车辆就可以实现自主并道、自主换道啊。它也不会强迫你行驶在2条线中心线的位置，稍微往左点或稍微往右点呢，它也不抢你方向啊。这台车呢，一旦你打开转向灯，你临线盲区内如果有车的话，车内音响音量马上就自动降低了，警示声音呢也倍儿响啊。目前现代起亚家族的车辆呢，车机系统都还可以。这台车的 iPhone CarPlay 呢是有线的，有时我想用手机导航呢，确实不太方便，还得插上电。所以这台车呢，我用过几次它这个导航，从地址输入到地址显示，再到导航临时的更改路线，反应都挺快的哈。目前在车机系统这块，貌似韩系已经领先了日系的主销产品了。但是起亚车这几回试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这个身高，当我把座椅放到最低以后，方向盘的角度也调得适合我的高度之后，方向盘的上半圈总感觉挡着仪表盘哈，时速和转速有半圈我总是看不清的，这样我就不得不把这个数字的时速表啊调出来，否则我看不到速度啊。当然这肯定也是我的问题了，不赖人车。噪音控制呢，也是这台车做的比较好的一点。1.6T 的发动机，我相信在狠踩的时候，它声音肯定不小，但车内听不到太大的声音。个人觉得呢，比日系的友商竞品的声控做的要好一些。风噪、胎噪呢，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哈，没有什么槽点感觉。这台车在动态上总体来讲，是一台有着较高行驶品质的紧凑级 SUV。还是那句话，咱们聊车呢，在哪个级别就聊哪个级别的话，一切跨级别的聊车都是不负责任的啊。不论怎么样，就单对这台 1.6T Hybrid Sportage 来讲，它的驾驶感觉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应该属于前排就坐的。综上，就是今天我们简单的接着上个视频聊聊这台车呢，这台全新的 Kia Sportage， 全新的起亚世跑，车上有哪些好玩的点，以及它的驾驶感受如何。综合来讲，这台全新的起亚世跑照比上一代车型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哈，整个就是大破大立的改变。不论是从外观啊、内饰的造型设计，还是从车内的用料，还是看众多的动力总成的选择，都可以看出来起亚家族对这台车的重视哈。同时，外部犀利年轻的造型，内饰设计的新颖，内饰用工的扎实程度，内部的空间、做工的精细、静音程度，同级别良好的动力性，都是这台车的卖点哈。个人感觉这一代世跑呢，尤其是这台混动车型，产品力还是比较足的哈。那如果有朋友呢想买一台紧凑级 SUV， 也想买一台混动车型哈，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个车哈。以上视频，谢谢大家。